大家好，我是秋平。在新疆待了有一段时间，由于天气太热以及一直不太适应，所以我就离开了新疆，现在已经来到了云南。最近可能都会在云南这边转一转。之前我们在山西、陕西还有甘肃讲述了很多有关于《西游记》的故事，其中唐僧还有孙悟空在现实当中是有原型的。我们还去了所谓的孙悟空的故乡。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经常讲《西游记》，说的是唐僧和孙悟空的故事，里面的猪八戒讲的是少之又少。那既然孙悟空、唐僧有原型，猪八戒有没有呢？还真的有啊！我现在来的是云南保山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八戒寺，里面供奉的就是猪八戒，同时这个地方又称之为高老庄，所以这里被称之为是猪八戒的故乡。我们上半年在山西一个大山一个寺庙里面可以看到墙壁上面有那种摩崖石像，雕刻的就是《西游记》唐僧和孙悟空的故事。那个地方被称之为是《西游记》的起源地，因为那个摩崖石刻比《西游记》那部小说诞生还早了几百年。而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八戒寺据说也比《西游记》早。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被称之为《西游记》的起源地之一呢？现在我们就来这个八戒寺看一看这个供奉的猪八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西游记》这个故事大家是熟的不能再熟，很多人看的无数遍，基本上是倒背如流。尽管说是一个神话小说、神话故事，但是我们都说嘛，艺术是来源于生活。在当时吴承恩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他也是根据各方面的资料，一个是那些文字记载，另外一个是民间传说，去改编了这个小说。因为他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写出这个东西来嘛。《西游记》里面的唐僧和孙悟空是有原型的，最典型的就是唐僧，他是唐朝初年的一个和尚，三藏法师唐三藏。整个《西游记》的主题基本上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那么这个就非常契合唐朝初年的那个三藏法师，他去取经的过程行程万里花了几十年时间。那么这个唐三藏他当时是从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在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直前行去取经，真的是行程万里他在这个取经的途中也确实收了一些徒弟。我们在新疆也说了，有一个叫做石盘陀，是唐僧的大徒弟。那么当时这部小说它就是根据唐三藏的故事来描述来改编的。因为在唐三藏经过几十年从那个我们说的天竺取经回到大唐之后，就在长安以及铜川的玉华宫翻译经书。他当时就弄了一个回忆传一样的那个书籍，叫做《大唐西域记》，是由唐三藏口述，他的弟子执笔写下了这个故事。所以说我们才知道唐僧当时取经的过程是多么艰辛，多么的不容易，中途也有很多故事。那么当时在明朝末年，吴承恩写这部小说，很有可能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来作为主线，然后中途加了一些描述，加了一些演绎进去，才形成了《西游记》这部故事。《西游记》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孙悟空自石头里面蹦出来，变成石猴，后面去学艺，最终大闹天宫，被如来压在五指山下面。第二部分就是500年之后，在东土大唐有一个叫唐僧的，他受李世民指派去西天取经，当时他的身份是李世民的玉帝。在取经的过程中他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为徒弟，最终组成4人1马的取经团队，历经了981难，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后面回到中土大唐。这个时候他们算是功德圆满，因为都变成所谓的佛了嘛。这就是正常《西游记》讲述的故事。在《西游记》当中，唐僧和孙悟空是最让大家熟悉的，但其实很多人对猪八戒也非常感兴趣。其实可以来讲的话，《西游记》里面没有猪八戒这个角色
就没有那么好玩，因为我们提到猪八戒会想象出一些词语：好吃懒做、油嘴滑舌、贪婪自私、消极怠工。有时候看到唐僧被抓了之后，就说要赶忙分家，给孙悟空添了不少的麻烦。其实猪八戒身上还是有很多闪光点的，粗中有细，师傅落难，然后呢他巧妙地激活了孙悟空，让他重回取经队伍。他也呢顾全大局，吃苦耐劳。在取经路上，凡是孙悟空、沙和尚不愿意干的粗活，比方说挑行李等等，猪八戒都帮揽了。猪八戒呢还具有喜剧特点，语言精妙，让那个取经的途中增加了一些乐趣。其实猪八戒就体现了在古代那个时期一个普通小市民意识的形象。还有呢，我们看《西游记》当中，只要碰到有劫难，猪八戒往往是第一个打退堂鼓，要上火卖行李，想着回高老庄做女婿，种地过日子。其实呢，这也恰恰说明他呢眷恋家园，渴望定居生活的心情。就我们这样说吧，《西游记》当中取经团队，其他人可能没有后路，但是猪八戒是有后路的。这就是八戒寺。《西游记》说神话来自民间，吴承恩写八戒源于西藏，这边是叫西庄，也是高老庄。去里面看一看，这个寺庙整体不大，里面呢还供奉着猪八戒。看，这就是供奉的猪八戒，和你想象的有没有区别？一眼望去，确实跟《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很相像啊！不知道他这个巨大的雕塑是根据《西游记》当中那个猪八戒的形象来制造的，还是说他本身就是这个模样，《西游记》是按照他这个模样来的？这就不知道了。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八戒殿里面的布局，正中间这个巨大的雕塑跟我们平时看到猪八戒的形象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后面有两幅画像跟我们看到的又有点不一样。因为前面这个巨大的雕塑看起来是比较新，而后面那个画像呢有点陈旧。它显示呢肩扛9齿钉耙，头戴僧帽，足穿麻鞋，身穿蓝布衫，挺着个大肚子，一副憨厚老实样。据说这个猪八戒的像才是他们这里一直流传下来的，也就是说猪八戒本身的模样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呢脸型也比较黑，不知道他这个画像传承多久了。这里是在云南保山市的西庄，也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原型出处。一开始我们也说艺术总是来源于生活，《西游记》当时吴承恩写的大概离现在是450多年，而这个猪八戒的真实故事呢，在云南保山这里呢，却流传了将近1000年左右。这个八戒寺呢，也是全国唯一供奉猪八戒的寺庙。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个八戒寺是有了《西游记》之后，人们为了迎合这个猪八戒而打造的寺庙。其实不然呢，这座八戒寺早在宋朝时期就已经有了，供奉猪八戒大概是700-800年左右。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叫西庄，在唐朝时期呢被称之为高老庄，这就与《西游记》当中的猪八戒桥段相吻合。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吴承恩写《西游记》是根据很多民间故事和《大唐西域记》综合起来的。那么当时吴承恩要收集民间故事，必须去走遍全国。他来到了云南保山这里，看到了这个当地的猪八戒传说、猪八戒寺庙，于是呢才有了《西游记》当中的猪八戒。这个猪八戒寺在这个地方有2种说法。第一呢，就是说在唐朝时期，这里称之为高老庄，每年碰到雨季呢，高老庄总是受到洪涝灾害的困扰。当地呢传言是猪妖作祟，因为只要是古代有灾难发生的地方，都会说有什么猪妖蛇妖作怪，所以当时人们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建造了一座寺庙，这就是猪八戒寺的雏形。后来在当地出现了一个少年，他拿着9齿钉耙，带领村民呢治理好了洪涝，并且呢还请予了当地的户商高家的女儿。由于他长得不一般，所以人们就把他称之为猪八戒，并供奉于在庙里面。
从此呢，这个猪八戒氏就来了，这就是猪八戒的原型。另外一个说法呢，大概就是《西游记》当中那种说法，猪八戒呢本来是天上的神仙，后面由于犯了错误被贬下凡，投错猪胎，于是呢就相当于变成了一个妖怪一样。那猪八戒来到凡间的时候变成妖怪，当时就在高老庄一带活动。后来呢，猪八戒化作一农家后生，到高老庄那个太公家做上门女婿。不想呢，与高小姐成亲后不久呢，那一副好吃懒做的猪相呢，便渐渐露出来。为了避免生端，猪八戒呢，便与高小姐搬到村后的山上居住。最终呢，经过观音点化，在唐僧西天取经路过那里的时候，拜唐僧为师，与孙悟空、沙和尚以及唐僧一起去西天取经。高老庄呢，因此取名为西庄。后面呢，村里人得知八戒得道成仙之后，便在西庄建庙宇，常年供奉。所以说，这就是两种猪八戒氏的来源。所以说，这个地方和山西一样，可以称之是《西游记》的起源地。我们说唐僧和孙悟空都有原型，这个猪八戒的原型就是在这里，也可以说原版的猪八戒就是长这个模样。那这个关于猪八戒的故事我们就讲完了。整个《西游记》当中，唐僧、孙悟空、猪八戒都有原型，不知道沙和尚有没有原型啊？如果下次有遇到了，我们再讲一讲。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